赵刚，你真的要加班到这么晚吗？陈梅握着电话，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疲惫。公司的项目很紧急，别等我了，早点休息。电话那头，赵刚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敷衍，背景中隐约传来女人的笑声。好吧，我给你做的排骨汤放在……话还没说话，电话就已经挂断，留下陈梅对着忙音苦笑。23年的婚姻，15年的背叛，无数个谎言编织的夜晚，她全都知道。可为了儿子，为了这个家，她只能选择了沉默。只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她手指在日历上划过，停在了5·1假期那一天。赵刚，游戏该结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陈梅站在厨房的窗前，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微皱的眼角上。她已经48岁了，皮肤仍然保养得不错，只是眼角的纹路暴露着年纪。灶台上的汤在小火上慢慢熬着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今天回来吃饭吗？陈梅拿起手机，发出这条已经发了无数次的信息。屏幕那头很快亮起，加班，别等我。赵刚的回复简短而冷淡，没有任何解释，也没有歉意。陈梅盯着这几个字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关了火。又是一锅无人品尝的汤，又是一个独自用餐的夜晚。他们结婚23年了，有一个在大学读书的儿子赵文。从外人看来，他们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。赵刚在建筑公司担任中层管理，事业稳定。陈梅温柔贤惠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但只有陈梅知道，这个家的内核早已空洞。陈梅还记得最后一次亲密是什么时候？那是3个月前的一个周末夜晚，赵刚参加了公司聚餐，带着浓重的酒气和烟草味回到家。回来了？陈梅轻声问道。从睡梦中醒来，赵刚简短地应了一声，摸索着解开衬衫扣子。聚餐开心吗？还行，老板发话，不得不去。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敷衍。陈梅闻到一丝陌生的香水味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道：“你身上有股香水味。”赵刚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，可能是王总的秘书坐我旁边，他香水挺浓的。这样啊，陈梅轻声说，内心却泛起一阵苦涩。赵刚没有开灯，摸索着掀开被子，手冰凉而急切。赵刚，你要不要先洗个澡？陈梅试探性地问。不用了，太累，明天再说。他的呼吸沉重，带着酒精的气息，整个过程机械又冷漠。轻点，陈梅小声提醒，但赵刚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你能不能？陈梅的话被一阵粗重的呼吸打断。赵刚的动作生硬而刻板，好像正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任务。陈梅感受不到丝毫的情感连接，只有2具疏离的身体被迫的接触。还好吗？赵刚突然问道，声音里却没有真正的关切。陈梅简短的回答，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。结束后，赵刚连一声满足的叹息都没有，只是草草清理自己，然后背对着他躺下。晚安，他敷衍地说了一句。晚安，陈梅回应，声音消失在黑暗中。不到5分钟，赵刚的呼吸便变得均匀而深沉，而陈梅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。在这次敷衍后，每当陈梅有所暗示，轻轻靠近或是试探性的触碰，赵刚总会找各种借口。赵刚，今晚某个夜晚，陈梅轻轻靠近他。工作太累了，明天还有个会议要准备。他闭着眼睛回答。下一次，今天头有点疼，可能是天气变化的关系。再下一次，刚接到消息，
明天要早起去机场接客户。借口的内容不断变化，但拒绝的结果从未改变。久而久之，陈梅也不再尝试。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一天晚上，陈梅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问题？”赵刚头也不抬，继续看着手机：“我们好久没有了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不都这样吗？李总都说他们半年不碰一次。”陈梅沉默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那些曾经在他们之间流淌的热情和渴望，不知何时已经消失殆尽。婚姻就像这锅熬了太久的汤，即使食材再好，熬得太久也会失去原本的鲜味。陈梅第一次发现赵刚出轨是在15年前，那时赵文才5岁，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。赵刚去洗澡，他的手机落在茶几上，突然响起的短信提示音引起了陈梅的注意。他本不想看，但屏幕上弹出的预览内容让他心跳加速。今晚真是美好，想念你的怀抱。署名是小月，这个名字陈梅听赵刚提起过。公司新来的财务，手指微微颤抖。他点开了短信。更多暧昧的内容让他如坠冰窟。在看什么？浴室的门打开，赵刚走了出来，头发还滴着水。陈梅迅速放下手机，勉强笑道：“没什么。”妈发信息问周末要不要带赵文回去。赵刚似乎松了口气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变，迅速删除了什么，去洗下换洗衣物。我去书房处理点工作文件，他说着，匆匆离开了客厅。那天晚上，陈梅彻夜未眠，开始回想近几个月赵刚的异常：频繁的加班、神秘的电话、身上偶尔出现的陌生香水味、对他日益冷淡的态度。所有线索串在一起，指向一个他不愿面对的事实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陈梅开始了暗中调查。一天晚上，看着赵刚又一次整理着公文包，准备出门，他问道：“今晚又要加班？”李总交代的项目非常紧急。赵刚头也不抬，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：“需要我送点夜宵过去吗？”陈梅试探性地问。赵刚的手明显顿了一下：“不用了，公司会订外卖。你早点休息吧，别等我了。”“好。”陈梅轻声应道，眼神却落在他今天特意换上的新领带上。赵刚离开后，陈梅在黑暗中坐了20分钟，然后起身换上外出的衣服，拿起车钥匙。陈梅停在公司对面的咖啡馆外，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方向盘。“赵太太，这么晚了还在这里？”一个声音突然从车窗外传来，吓了他一跳。陈梅转头看到了赵刚公司的保安老王。“啊，老王。”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我来给我丈夫送点东西。”老王挠了挠头。“赵总，他好像不在公司啊，今天下午5点多就走了，是吗？”陈梅感到一阵眩晕。他说要加班，这周公司没什么项目要赶，挺正常的。最近几个月赵总都很少加班了。谢谢你，老王。陈梅点点头，指向大楼。“那些还亮着灯的是谁在加班？”“哦，那是财务部的，月底结账吗？”老王回答，然后关切地问：“您没事吧？”脸色不太好。“没事，可能有点累了。”陈梅挤出一个笑容。“那我先回去了。”老王点点头离开。陈梅却没有立即发动车子，拿出手机，打开了那个他1周前偷偷安装在赵刚车上的定位软件。地图上的红点静止在市中心一家高档酒店门口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启动了车子。20分钟后，陈梅坐在自己的车里，目光锁定在酒店大门对面停着的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上。那是赵刚的车，
或许只是碰巧有个商务晚宴，他试图说服自己，但内心深处已经知道答案。寒风透过微开的车窗吹进来，陈梅裹紧了外套，手机上的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夜色越来越深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3个小时过去了，陈梅的手脚已经冰凉，但她也只是看了看手表，8点55。就在她准备放弃的时候，酒店的旋转门再次转动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。赵刚西装笔挺，与进门时没有任何区别，只是头发似乎比平时更加整齐，仿佛刚刚梳理过。果然，陈梅苦涩的低语，紧随其后，一个年轻女子从同一个旋转门里走出来。她身材高挑，穿着剪裁得体的灰色套装，长发如瀑，显得美丽与自信。再见，赵总。女孩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在夜色中格外清晰。路上小心，林月，明天见。赵刚的声音温柔的陌生，是陈梅许久未曾听到的语调。坏蛋，一定要等我上车后再走哦。林月撒娇般地说，然后轻轻拍了拍赵刚的领带，帮他整理了一下。当然，我的承诺从不食言。赵刚宠溺地笑着，伸手轻抚了一下他的脸颊，这个亲密的动作如同一把利刃，直接刺穿了陈梅的心脏。她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。那个周末计划还算数吗？林月又问，眼中闪烁着期待。当然，我会安排好的。赵刚点头，到时候接你。你真好。林月踮起脚尖，在赵刚脸颊上轻轻一吻，然后转身走向路边的出租车。赵刚站在原地，目送着出租车远去，脸上挂着陈梅许久未见的满足笑容。然后他整理了一下西装，大步走向自己的车。那一刻，陈梅感到一阵窒息，仿佛有人扼住了她的喉咙，手指无意识地抓紧方向盘，指节发白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，但她不允许他们流下来。她曾在公司年会上见过这个女孩，那时赵刚介绍她是公司新来的财务，年轻貌美，比陈梅小了至少15岁，举手投足间满是青春的活力。最终，陈梅只是默默发动了车子，悄然离开。回到家，陈梅在卧室里痛哭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对着镜子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5岁的赵文站在门口，困惑地看着她。陈梅迅速擦干眼泪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妈妈没事，就是有点感冒。那个瞬间，看着儿子纯真的眼睛，她决定忍下一切。这个决定并非没有挣扎，她想过离婚，想过报复，想过各种可能性，但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。儿子会失去完整的家庭，他可能面临经济困境，还有亲戚朋友异样的眼光和闲言碎语。为什么不离婚？多年后，他最好的朋友李芳问他这个问题。那时，李芳已经知道了赵刚的事情。陈梅笑了笑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我自己，为了孩子是真的，为了自己也是真的。她努力维持着这个家表面的和谐，在亲友聚会上挽着丈夫的手，笑得得体而恰到好处。岁月流转，15年过去了，赵刚的外遇从林月变成了张月，又变成了现在的杨月。至于陈梅，早已习惯了她口中永远做不完的项目和开不完的会。直到那个5一假期前，一切都改变了。那是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赵文从大学带女朋友小文回家，2个年轻人坐在客厅里，讲述着校园里的趣事，笑声回荡在房间里。陈梅看着儿子脸上洋溢的幸福，
突然感到一阵心酸。赵刚没回家吃饭，他发消息说在陪客户。陈梅知道那是借口，因为前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他在阳台上和杨月通电话，说要带他去郊外度周末。阿姨，您和叔叔结婚多久了？小文忽然问道。23年了。陈梅笑着回答。真好，我爸妈也是感情特别好，每天都腻在一起。赵文说，您和叔叔也是模范夫妻呢。陈梅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模范夫妻这个词像一把刀，刺进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23年的婚姻，15年的隐忍，换来的只是一个虚假的模范标签。那天晚上，一个大胆的念头在陈梅心中萌生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，不是通过离婚，而是通过一种更微妙的方式。第二天早上，趁着赵刚洗澡的时候，陈梅拿起他的手机，密码他早就知道了。这些年，赵刚一直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作为密码，讽刺的是他自己却常常忘记这个日子。几分钟后，他找到了杨月的号码。他曾经偷偷见过这个女人几次，跟在他们后面，看着他们进出餐厅、酒店。杨月比林月年轻，可能只有30出头，在赵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。赵刚洗完澡出来时，陈梅已经回到厨房。赵刚，他头也不抬地说：“5一假期准备怎么过？公司有个项目要赶，可能要加班。”陈梅打断他，语气平静：“我想邀请你公司的杨月来家里吃个饭。”赵刚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杨月啊？你公司人力资源部的？我知道他为公司做了很多贡献，也让你加班这么久。”陈梅终于抬头，平静地注视着丈夫惊慌的眼睛。赵刚的嘴唇颤抖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口。“没什么，就是想认识一下。我已经发信息邀请他了，就定在5一那天。”赵刚僵在原地，眼中写满恐惧，但随着陈梅平静的解释，他渐渐放松下来。也许他真的只是想认识公司同事，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有心了，不过他应该很忙，可能不会来。赵刚干笑2声，走过来拍了拍陈梅的肩膀。他已经答应了。陈梅微笑着说：“那晚。”陈梅正靠在床头看书，赵刚洗完澡出来，头发还滴着水珠。“在看什么书？”赵刚坐在床边，声音比平时柔和许多。陈梅合上书：“没什么，随便看看。”赵刚伸手抚摸她的头发，手指轻轻划过她的脸颊。这亲昵的举动让陈梅几乎要惊讶地抬头，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触碰她了。“你今天心情不错？”陈梅问道，声音平静的不带任何起伏。“项目谈成了。”赵刚的手滑向他的肩膀，眼中带着一种他熟悉的神色。“恭喜！”陈梅轻声说，内心却异常清醒。他知道这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他以为自己蒙混过关，是一种奖励。“我想你了。”赵刚靠近他耳边，轻声说。这句曾经让他心跳加速的话，现在听来却如此虚伪。陈梅几乎要讽刺地笑出声，但她控制住了自己，只是轻轻点头。“是吗？”她轻声问，眼睛直视着他，想看看谎言说出口时他的表情。赵刚避开了他的视线，手已经开始不安分地移动。“当然，我一直都想你。”那真是难以置信。陈梅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只有他自己能察觉的嘲讽。黑暗中，赵刚没有捕捉到他话中的深意，只是自顾自地靠得更近。“杨月的事情，你不要多想，他只是公司的员工。我邀请他来家里吃饭，是想让大家都认识一下。”“我明白。”陈梅平静地说，“我很期待见到他。”“你真是懂事。”赵刚吻上她的唇，
呼吸急促起来。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。躺在黑暗中，感受着身边丈夫的动作，她的心如止水，机械地回应着：“你今天好安静。”赵刚喘息着说，似乎注意到了他的反常，只是有点累。陈梅闭上眼睛，敷衍地回应：“那我轻一点，你专心一点。想什么呢？”他说着，但动作并没有任何改变。没什么，就是在想5·1的安排，别想那么多。赵刚的声音变得急促：“我会处理好的。”赵刚很快就结束了，似乎对他的冷淡并不在意，甚至没有注意到他始终未投入的状态。他满足地叹了口气，翻身躺到一旁，额头上的汗珠在月光下闪烁。“感觉好吗？”他随口问道，声音中已经带着倦意。陈梅简短的回应，感受着内心的空洞。“我去洗个澡。”赵刚起身走向浴室，竟然还哼起了小曲。水声响起，陈梅依然躺在床上，目光空洞地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。15年了，她轻声对自己说，声音机不可闻。是时候结束了。浴室的门打开，赵刚擦着头发走出来。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没什么。”陈梅微笑着摇头，只是在想5·1假期要准备些什么菜，别太麻烦了，简单点就好。赵刚躺回床上，很快又补充道：“不过，如果杨月真的要来，可以准备的丰盛一点。”“当然。”陈梅的笑容在黑暗中扩大，“我会非常用心的准备的。”赵刚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，翻了个身。不一会儿就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5·1假期的早晨，阳光明媚，陈梅早早起床，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：红烧猪蹄、清蒸鱼、糖醋里脊、炒时蔬，还有赵刚最爱的佛跳墙。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赵刚站在厨房门口，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。“不用了，你去把酒拿出来吧，就是儿子上次带回来的那瓶红酒。”陈梅头也不回地说。赵刚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宁，也曾尝试联系杨月，让他找借口不来，但杨月却很兴奋，认为这是见家长的好机会。他最近一直在暗示，希望关系更进一步。这次邀请让他看到了希望。“杨姐，听说你今天要去赵总家？”办公室里的同事曾好奇地问他。“是啊，他爱人邀请我去吃饭。”杨月得意地笑着，知道我为公司付出的努力。同事们交换着眼神，没人告诉他，在公司里，赵刚的特别关心对象换了又换，他不过是最新的一个。中午12点，门铃准时响起，赵刚几乎是跳了起来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慌。我去开门。”“不，让我来吧。”陈梅擦了擦手，缓步走向门口。门外站着杨月，一身鹅黄色连衣裙，妆容精致，手里提着精美的礼盒。看到陈梅，她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职业性的微笑。“您好，我是杨月，赵总的同事。”“你好，我是赵刚的妻子，请进。”陈梅侧身让他进来，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。杨月走进客厅，看到站在一旁的赵刚，眼中闪过一丝暧昧。赵刚僵硬地点点头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“家里真漂亮，阿姨把家打理得真好。”杨月环顾四周，由衷赞叹：“谢谢，请坐。”陈梅指向餐桌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吃了。3人围坐在餐桌旁，气氛微妙而诡异。陈梅表现得热情大方，不断给杨月夹菜，询问他在公司的工作。赵刚如坐针毡，时不时给杨月使眼色，却被他误解为亲昵的暗示。“赵总在公司对我很照顾。”杨月喝了口红酒，眼神变得柔软，常常指导我工作。“是吗？”陈梅微笑着，他经常加班，
我猜是有很多工作要指导吧？赵刚险些被酒呛到，慌忙解释：公司最近项目多，大家都很忙，我理解。陈梅点点头，为了工作，牺牲家庭时间也是无奈的。赵刚看着妻子平静的表情，长舒一口气，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，示意她很懂事。陈梅微微一笑，没有躲开。餐桌上的对话继续，陈梅开始讲述这些年她为家庭所做的一切，照顾生病的公婆，培养儿子，支持丈夫的事业。真羡慕你们这么恩爱。赵总常说家里有个好妻子多重要。杨月表面上客套地应付着，可在桌下，她早已悄悄脱掉了高跟鞋，赤脚小心翼翼地靠近赵刚的西装裤，并大胆向上移动。赵刚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但没有直接阻止这暧昧的举动。杨月愈发觉得刺激，脚尖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上，直至踩到凸起处。杨小姐，你觉得这道红烧猪蹄怎么样？陈梅突然问道，目光直视杨月的眼睛，嘴角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。很好吃。杨月的声音因为刺激的触感而显得有些发颤，可紧接着陈梅的一个动作令二人彻底傻眼。只见她突然一把掀开桌子，用手机飞快地拍了几张照片，发送给记者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赵刚和杨月甚至来不及反应，饭菜洒落一地，杨月的鞋子暴露在外，她的脚还搭在赵刚的腿上，画面尴尬至极。你在干什么？赵刚脸色煞白，声音因惊恐而颤抖。你觉得我在干什么？陈梅的声音出奇的平静，与眼中燃烧的怒火形成鲜明对比。杨月连忙将脚收回，慌乱地穿上高跟鞋，尴尬地站起身来。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陈梅冷笑一声，15年了，从林月到张月，再到你杨月，我的丈夫似乎对月字格外钟情。赵刚震惊地看着妻子，你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陈梅的语气依然平静，这种平静反而比怒吼更加可怕。每一个加班的夜晚，每一次出差的借口，每一个你身上陌生的香水味，我都知道。杨月的脸色刷得变白，目光在赵刚和陈梅之间来回游移。赵总，杨月，你先回去吧。赵刚艰难地说道，试图控制局面。不，别走。陈梅摇摇头，既然都来了，就把话说清楚。他转向杨月，眼神中没有怨恨，只有疲惫。你知道他结婚了吗？杨月低下头，轻轻点了点头。你知道他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女人吗？杨月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3个。陈梅竖起3根手指，我知道的就有3个，林月、张月，现在是你，杨月。这不可能。杨月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不愿相信。陈梅转身走向书房，片刻后拿出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几张照片。照片上的赵刚与不同的女性在各种场合亲密相处，有餐厅，有酒店，有公园。我不是个侦探，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但15年来，我收集了足够的证据。陈梅的声音平静的可怕。这些年，我默默忍受，为了儿子，为了这个家。可现在，赵文已经长大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我终于可以正视这一切。杨月翻看着照片，眼泪无声的滑落。赵总，你骗了我。赵刚站在那里，脸上的血色全无，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，无言以对。我今天邀请你来，不是为了责怪你。陈梅看着杨月，你只是个被他欺骗的女人，跟我一样。
赵刚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急忙走到陈梅面前，声音中带着恳求：“陈梅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敢偷吃了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改的。你会改？”陈梅摇摇头，眼中是深深的失望。15年了，赵刚，我给了你无数次机会，而你呢？你只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的月亮。他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显示发送成功的提示。你刚才说发给记者，什么记者？赵刚惊慌失措。是报的张记者。陈梅平静地说，不过你别担心，我没让他们发布，这只是我的保险，以防你在离婚时不配合。离婚？赵刚如遭雷击。陈梅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。陈梅苦笑一声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感情可言？杨月此时已经泪流满面，她收拾好自己的包，走向门口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没人挽留她，她匆忙离开了这个尴尬的场景。房间里只剩下陈梅和赵刚，沉默像一堵无形的墙，将他们隔开。为什么？陈梅终于问出了这个埋藏在心底15年的问题。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？赵刚张了张嘴，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。是我年纪大了，皮肤不够好，身材走样了，还是因为我太温顺、太包容，以至于你觉得我永远不会反抗？赵刚低着头，声音几乎微不可闻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控制不了自己，控制不了。陈梅冷笑，那是因为你从未尝试过控制。你知道我会原谅你，知道我不会闹，所以你肆无忌惮。赵刚跪了下来，眼中带着恳求。陈梅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陈梅看着这个曾经挺拔的男人，如今像条落水狗一样乞求着，心中没有半分怜悯，只有疲惫。赵刚，我们结束吧，他轻声说。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在书房的桌子上，你看过之后可以签字。我给你足够体面的条件。不，我不同意离婚。赵刚突然激动起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能说散就散？一家人？陈梅笑了，在你第一次背叛的那天起，我们就不再是一家人了。那赵文怎么办？他知道我们要离婚会怎么想。赵文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他会理解的。陈梅平静地说，况且你觉得让他生活在一个虚假的家庭里是对他好吗？赵刚沉默了，他知道妻子说的有道理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他最终低声说道，可以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，无论你是否签字，我都会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再次响起，陈梅走去开门，门外站着的是他的朋友李芳。计划进行得怎么样？李芳小声问道，眼神中带着关切。一切顺利，陈梅轻声回答，然后侧身让他进来。赵刚看到李芳，脸色更加难看。你们早就策划好了这一切？不完全是。陈梅坐回沙发，只是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结束这场闹剧。李芳来帮我收拾行李。行李？你要去哪里？赵刚惊恐地问道。我租了一套小公寓，明天就搬过去。陈梅平静地说，这栋房子可以留给你，我在离婚协议里已经写明了。赵刚跌坐在沙发上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曾经的自信和从容全都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个被戳穿谎言的可怜男人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他喃喃道。李芳冷哼一声，陈梅对你太好了，换作是我，早就把你和那些小三的照片贴满整个公司了。赵刚没有回应，只是低着头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陈梅和李芳上楼收拾行李，留下赵刚一个人在客厅。地上的饭菜狼藉一片，
就像他此刻的人生。晚上，赵刚不断地尝试挽回，从道歉到承诺，从哭泣到恳求，但陈梅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等你醒悟，等你回心转意。陈梅平静地说，但现在我累了，不想再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陈梅在赵刚熟睡时，安静地带着行李离开了这个生活了23年的家。1周后，赵文回到家，发现家里已经不再有母亲的气息。妈妈呢？他困惑地问道。赵刚坐在沙发上，脸色憔悴。你妈妈搬出去住了，我们准备离婚。赵文震惊地站在原地。为什么？你们吵架了？不是吵架那么简单。赵刚低下头，是我辜负了他。你出轨了？赵文直接问道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。赵刚沉默地点了点头。多久了？15年。赵文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15年，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。赵刚无言以对。妈妈知道多久了？他说，他一直都知道。赵文的眼中充满了失望，所以他一直忍着。为了我？是的，他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。赵文冷笑一声，真讽刺，他在守护家庭，而你却在毁灭他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妈，我现在就来找你。赵刚想要阻止儿子，但赵文已经走向门口。别指望我能原谅你，爸，至少现在不行。门关上的声音如同一记重锤，敲在赵刚的心上。他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回想着过去23年的婚姻，那些他曾经视若无物的温柔和付出，那些他随意挥霍的信任和爱意，如今都化作了无法挽回的遗憾。3个月后，法院判决离婚生效。赵刚几乎没有争取什么，默默接受了陈梅提出的所有条件。同一天，杨月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，办公室里流传着他和赵刚的绯闻，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。离婚后，陈梅仿佛变了一个人。她报名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，开始学习插画，甚至尝试了瑜伽课程。你看起来年轻了10岁，李芳由衷地赞叹道，因为我终于放下了那块压在心上15年的石头。陈梅轻声回答，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光彩。赵文经常来看望母亲，有时还会带着女友小文一起来。看着他们相处的温馨画面，陈梅眼中流露出欣慰的笑意。妈，你真的不考虑和爸复合吗？一次午餐时，赵文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他看起来很后悔。陈梅微笑着摇摇头，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无法挽回，不是所有的伤痕都能愈合，有些只会结成疤痕，提醒我们曾经的痛苦。但他是真的变了，人是会改变的。我相信他可能真的后悔了。陈梅平静地说，但我们的感情已经无法重建了。有时候，放手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赵文沉默地点点头，尊重母亲的决定。1年后的5一假期，陈梅收到一条短信，能见个面吗？赵刚犹豫再三，他最终同意了。他们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。赵刚看起来憔悴了许多，曾经浓密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。你看起来很好，赵刚真诚地说道。谢谢。你呢？陈梅礼貌地问候。还行，公司最近有些麻烦，不过这不重要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组织语言。我想谢谢你。谢我？陈梅有些疑惑。谢谢你给了我反省的机会。赵刚苦笑着说，虽然代价有点大。陈梅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这1年，我想了很多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为什么会辜负你这么多年？找到答案了吗？找到了一部分吧。赵刚轻叹一声，也许是因为太过自信，
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，也许是因为贪婪，想要拥有更多，也许只是因为我太过自私，从未真正考虑过你的感受。陈梅点点头，至少你现在明白了，我们还有可能吗？赵刚小心翼翼地问道。陈梅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摇了摇头。赵刚，有些路一旦走错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赵刚的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很快又恢复平静。我理解，只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为我做过的一切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陈梅微微一笑，但我已经向前走了，不想再回头。他们安静地喝完咖啡，赵刚主动买了单，保重。分别时，陈梅轻声说道：“你也是。”赵刚点点头，目送他走出咖啡馆。看着陈梅走远的背影，赵刚突然意识到，他的步伐比从前轻盈了许多，仿佛卸下了某种沉重的负担，而那负担正是他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